好了，我学好了。你许的是什么愿？子渊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明熙哥哥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好点吗？我的病没事儿，放心吧。不是这样的，大人的病从来就没有好过，他为了你，林浪，大人一直守着那个承诺，那个约，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连浪不敢。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明熙哥哥，你对林朗也太过严苛了点，他的确是在关心你。这些年，你为我做了很多，你很辛苦，我都知道。子安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。
陛下，江镇病危的消息传出去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尸体，朕相信他一定还活着。是。琳琅知错了，大人别生气了。琳琅，我一直知道你识大体，懂分寸，但今日你僭越了。琳琅不忍看大人独自生前，大人为帝小姐付出那么多，不比太子殿下少，您为何不告诉他？我已行将就木，告诉他又能如何？可大人明明和帝小姐早有婚约，那块玉佩便是定情之物，您何必委屈自己？但当年那位圣旨一下，我这婚约便荡然无存。你要我如何告诉他这份已不存在的婚约？可是大人可以……不要再说了。这件事儿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如何？你别难过，我再换个方子给你敷。只要我们坚持，你的眼睛是一定会好的。算了，莫霜公主，你已为我施了许多方子，我的眼睛算是废了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都还没有放弃，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。多谢。明日我们再试。嘉诚帝身体抱恙，8时。啊？怎么了？你下去吧。是。大境传来消息，说嘉诚帝身体抱恙，怕是没有多少时日了。莫霜公主，陛下执掌大境10几年，这消息不会随意传到北秦的。我没有撒谎，是真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陛下一生关系着大境安危，天下太平。他若不愿意，这消息不会不胫而走。所以你是说，这消息是大靖皇帝特地授意？那为什么呢？是时候回去了。可你眼睛都还没好。等不了了，麻烦莫霜公主替我备车。好，多谢。对了，你回京后，要是安乐姐姐看到你，她肯定会很惊喜的。
殿下，小心台阶。太子，是你吗？陛下，你醒了。太子，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子。让朕好好看看你。臣不孝，让陛下忧心了。没事。眼睛，你这眼睛怎么了？啊？臣的眼睛不幸在青南山上受伤。陛下，您的身体可还好？朕的身体啊，日渐不济。朕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臣不孝，臣双眼为玉，怕陛下见了忧心。回来就好。来，慢点。小心。来，坐。放心，会有办法。就算是访遍天下名医，朕也会让人把你的眼睛治好。臣谢过陛下。对了，你去过紫园那边了吗？臣与他不必再见了。从今以后，他若留在京城，我与他便是君臣；他若不留，我与他便是君民。太子，无论如何，朕只希望你呀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殿下，我们是去太子府吗？去凌香楼，我想见一下骆明熙。是。初春时节最容易乍暖还寒，你要好好静养身体，不要耗费太多心神。这些年要不是因为我，你的身体也不至于病弱至此。放心吧，我身体没事儿。帝家和靖南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你的身体更要好好的才是。我在京城蛰伏了10年，如今东家终于东山再起了，我可得赖着你了。你都是要娶妻成家的人了，老赖着我做什么？我本就是靖南人，有靖南的姑娘，我在京城挑什么？你就这么瞧不上京城的姑娘？是，我喜欢靖南的。让！小心！好，谢谢啊。你方才说什么？哦，没事儿。我说你多看顾自己，别老替别人着想。殿下，他们走远了，我们跟上去吗？不必了，回去吧。是。子安，你真的决定留在京城不回靖南了？是啊。那好，那我也不回去了。毕竟在京城待久了，回去恐怕会不习惯。嗯。你就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回去吧。好。
殿下，怎么了？简颂，见过殿下。简颂，这是殿下知道。你还活着？正是，属下当日坠崖，幸得贵人相助，才得以生还。殿下，好，活着便好。属下今日来，是要带殿下去见一个人。谁？属下的救命恩人，也是能治殿下眼睛的人。殿下，台阶。见过帝前辈。坐吧。来，喝杯茶。谢过前辈。你的眼睛，我或许可以一试。前辈不必宽慰我。你何必心思如此沉重？治了再说。紫渊到处在找你，你回来的消息，要不要告诉他？为何？知我归来，他会做什么？我知道。但前辈，我这双眼已不能做大惊出局。寒夜，你是打算和紫渊划清界限，再不出事？是。寒夜啊，你跟紫渊就不要再重蹈我们的覆辙了。大清江山需要他，韩帝两家的仇怨在前，我不出现才是对他最大的裨益。以前的事，过去就过去吧。你真这么想？是。可是想当初，你为了紫渊，不惜从青南山一跃而下。前辈，我当日不只为他，更为大清。你与紫渊如此刻骨铭心，你当真放得下？我与他都有各自的责任，都应该重新开始。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嘛。唉，也罢，你先住在我这儿，我把你的眼睛治好。不过，切莫心急。谢过前辈。小姐，这现在外面都在传说殿下凶多吉少，还说小姐您权倾朝野，拥兵自重，还与韩家有仇，说这大境多半是要变天了。他们就知道瞎说。小姐，小姐，何事？太子殿下回来了。他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他。在福陵山。但是小姐，我听帝家家主说，太子殿下不想见。云浅，我会不会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太憔悴？
前辈，您输了。输了？哎，不行不行啊，这我得重新下。前辈，对着一个瞎子回气，这可不太地道啊。算你赢，行了吧？你不会是因为眼睛瞎了，所以才不肯见他？寒夜啊，他又不是个看脸的人，你怎么也跟那些凡夫俗子一样，拘泥于这些呀？前辈有所不知，他当年可是打着太子荣冠中原的旗号进京的。我和他之间隔了太多人和事，更何况眼下时局不稳，见他只会让他卷到更多的是非中去。是谁？你是何人？殿下，奴才因不能经常在山上伺候您，因此帝家主特地遣了一人过来。前辈，他是您的人？是，这丫头是我带来的。快，去重新沏壶茶来。大人，水开了。他回来这几日一直都住在福陵山。是，殿下不让奴才将事情告知您。所以明明是生离，他却要当作是死别。殿下的心思，奴才不敢揣度。前辈，我已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，不需要外人服侍。你呀，这平时跟我下个棋，都要极力站在旁边，喝个茶，便能把我的茶碗碰掉。寒夜啊，我这可没有多余的东西让你糟践啊。要不，你就让这个丫头留下来伺候你；要不，你就离开我这儿。不过我可有言在先啊，你要是离开我这儿，你的眼睛，我是没办法治了。你叫什么？殿下，他是个哑巴。
你走吧，吉利，你也走。殿下，这丫头哭了，她在那儿比划着。要是您不把她留下来，帝家家主会责罚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别哭了，你们都走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子规，子渊啊子渊，你泡的茶是又苦又涩。子渊，云溪哥哥，我没事。寒夜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好，只是眼睛看不见。那我就先不去见他了，你带我看看帝前辈吧。嗯。姑祖母，哟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帝前辈，来，坐。哎，姑祖母，陆明熙可不是空手来的。西山白鹿，我看啊，你来看我是假，看寒夜是真。堂堂太子搞成这样，他有什么可看的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哎呀，这怎么还跟从前一样无趣？无趣。对了，子渊，寒夜那边怎么样了？固执的很，不肯让我多留。他心思缜密，应该已经发现是你了。只要他不捅破，我就能多留一天。你就不怕他变着法儿的驱赶你，让你吃苦头？他呀，谦君子，他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。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还是脾气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姑祖母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他的眼睛治不治得好，就看一味药引有没有。盛开的长丝花。长丝花，那这还不简单啊！我叫人从晋南运一批过来就是了。长丝花在晋南本属稀罕，若千里迢迢将花送到京城，定会败了。北地天寒，即便拿到种子，重新播种，也很难存活。再难我也要试，即便寒夜的眼睛一辈子不好，我也要陪他一辈子。就怕你到时候白忙一场。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当年用3万水石求嫁的时候，我就见识过他的铁石心肠。好你个子元，我没看到你死皮赖脸追着他的样子，实乃我弟胜天此生憾事。姑祖母若是想瞧，这几日盯着瞧便是了。好，姑祖母，你放心，我有信心。是啊，都知道你能吃苦。当年在归元阁，就算受伤了也不喊疼，结果自己跑到房间里偷偷抹眼泪。你知道此事啊？真香。
你小子茶冲的真是好。来，尝尝这杯茶怎样？西山白露，怎样？比你刚才那杯好喝多了吧？清朗舒雅，回甘良久。他也来山上了。哎呦，果真是瞒不过你。要不要去见见他？不用了，劳烦前辈替我谢谢他。那这壶茶你可得慢慢的喝，他走了，可真是没人能泡出这么好的茶来了。我家那小丫头粗枝大叶的，不会照顾人，你可要多担待啊。让他走吧，我的话不管用，前辈的话，他还是会听一听的。我的话，他就会听吗？自从他出生以后，我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，我都没有帮过他，我有什么资格对他说三道四？寒夜，你要是真不想见他，你就自己把他打发走吧。殿下，殿下，公祖母，殿下，殿下，你真的回来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听吉利说你在这儿，我就来了呀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的眼睛，我没事。难怪你不回京城。来，先坐。我就是不想让他觉得我们帝家的女儿娇贵做作，吃不得苦。我记得当年让我入京，我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好像心里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，还在父亲面前苦苦哀求了半个月。后来还捎带着你一起入京，来给我撑腰。进京之后，所有数得上名号的世家小姐都到我面前走了一遭，说些酸话也就算了，还挨个给我使绊子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这位太子殿下在京城是一个香嬷嬷，谁都想要咬上一口。是啊，那个时候寒夜荣冠中原的名号已经崭露峥嵘了。可我是谁啊？他们一个都没讨到好，全都灰溜溜的被我给整治回去了。那些上门的世家小姐，难免会有个琴棋书画出挑的，你是怎么整治他们的？我既然是以准太子妃的身份来的，那我就不会让他们白来。我跟你说，当时我从宗祠里把太祖的遗旨给偷了出来，他们每来一个人，我就让嬷嬷给他们念一遍。你想啊，每念一遍，他们就得跪一次，鬼还敢再来惹我？我就说嘛，你刚到京城的时候，总有世家小姐登门，后面一个都没有了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在整治忠义侯府嫡女的时候，被他瞧见了。等那个姑娘走了以后，他才慢腾腾地对我说：“哎，帝家的丫头，我看你在靖南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不肯来太子府，感情是唬人的吧？谁知道你现在拿着太祖的圣旨到处嚷嚷，指不定对我怎么满意呢。”寒夜还有这样一面啊！当时我还小，脸皮不像如今这么厚，被他这么一说，我臊得不行，我立马就想跑，他却低着领子把我给抓了回来，对我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种霸道又不做作的女孩。”
可现如今，他却将我拒之门外。你说，我们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呢？我起初确实是谁也不想见的，但后来，我有些想你了。最近功课怎么样？我不在你身边，切不可荒废了。我哪有荒废？我都做完了，我下次带给你看。好。殿下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。无妨，我试下了，没什么不好说的。来，我给你尝尝落明溪泡的西山白露。殿下，你是因为看不见，才不理姐姐吗？这花儿定会开吧？不出意外，定会。好，等它花开之日，我再将它送过去，免得空欢喜。我相信长丝花盛开之时，一定很美，他必然欢喜。恐怕这花儿，我不能送给紫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寒夜的眼疾，需要它来做药引子。我栽种此花的本意，就是希望紫园开心。如果它能让寒夜的眼睛重见光明，我相信紫园会更开心。这或许就是天意，也是这花最好的归宿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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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。大人，您醒了。大夫刚走，说大人只是染了风寒，休养几日，便无碍了。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大人不要这样说，琳琅一定会给你找更好的大夫。我早已耗尽心血，再好的大夫也无力回天。生死有命，我不会太执着了。青城不行，我们就回靖南治；靖南再不行，我们就到别处去。天下之大，琳琅一定会找到治好大人的办法。大人，你要相信琳琅，你要相信自己。他们都说，清城的水土养不出长丝花，我们不是也让它盛开了吗？你现在的眼神，跟我当年第一次见你一模一样。多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，辛苦你了。对了，有冷北的消息了吗？听闻他因兵败，被贬为了庶人，放逐到了边荒之地，
林郎正着人搜寻他的下落。好，找到便杀了他。起立，出去。我让你出去，我自己来就好，别动。种下了因果，时间的泪就。这是。我自己来。灵犀和暗处种下了因果。水凉了，重启。抬套，重启。我不喝陈茶，重启。不用气了，我不喝了。寒夜，你这样是赶不走我的。我自己来。他杀了。
怎么样？太子殿下，你手里有毒啊！这般折辱我，你很开心？我方才明明说了我不爱吃鱼，你偏偏给我加鱼，欺负我看不见是不是？照顾我的这些日子，你大概也知道我是大靖太子。原本你是帝家家主的人，我不好推辞，但你却这样敷衍我。可是帝家家主让你这么做的。我从小到大，还从未吃过如此难吃的东西。我乃堂堂大靖太子，即便是瞎了。小姐，渊叔，小姐，找到长丝花没有？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继续找的，一定能找到。就算找到长丝花的种子，它不能发芽又能如何？当年我初来到京城之时，非常的想家，寒夜便帮我寻觅到几颗长丝花的种子来。可是我日守夜守，好几个月过去了。长丝花也不见生根发芽，小姐，你别灰心啊。放心吧，不管是长丝花还是寒夜，我都不会放弃。他走了吧？我不是让你走吗？怎么没走？不走？你不走，你不走，我走。你怎么？原来殿下心尖尖上的人是我呀！然了，你烤的兔子硬邦邦的，真难吃。我要自己烤鱼，烤鱼。我来钓鱼，钓鱼。钓一条大鱼。居然一个人喝完了整整1壶酒，看来太子殿下的酒量有所长进。平时总是温温润润的，却没想到使唤人使唤的这么随性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会折腾人的呢。
寒夜，寒夜，我是安乐寨寨主，当今的帝家军统帅，我如今像个小丫鬟一样在这服侍你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暗爽？你是不是从以前就在计划着这一天了？这香气是梅花，梅花再开，物是人非。山中梅花不知岁月，多希望我们也能这样。安乐，待梅花盛开时，我们再回去吧。回去吧。花期已过，想必梅花都快凋落了。你的眼睛看得见，可以去看遍大境的万里山河。陪我在这里看枯树残叶，可惜了。寒夜，为什么？子元，你手握重兵，又笼络朝中半数朝臣，且世人皆知韩帝二家有仇。你不相信我？不，我从未觉得你有问鼎之意。这是天下刚刚干戈止息，时局正乱，我护不住你。我曾经对一名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。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元。这句话，你永远都要记住。你还是走吧。你凭什么觉得我需要你的保护？你又可曾问过我，我想要的是什么？不管是帝子元还是任安乐，这一世都不会放弃大晋太子韩烨。这句话，你也永远都要记住。江山无一节，长似花不开。寒夜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回来吗？姐，我从殿下的随身物品中找到这封信，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子元，相见无期，展信如晤。对不起，自帝家旧案起，已有4000日夜。这句话于你而言，迟来太久。青南山已矣，我恐难归来。与安宁一样，此战或许是我最好的归宿。子元，此时此刻，我忽然理解安宁为何苦守青南。
除却对帝家的愧疚，更多的是为了脚下的土地、身后的家国、眼前的壮美山河。她是大晋的公主、将军，而我是大晋的太子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葬于斯，何该如此？若我战死，必落黄泉，得见帝家族人和8万将士。作为韩氏子弟，我能坦然以对；若是得见韩氏先祖，作为大晋太子，我亦俯仰无愧。观我此生，不负家国，不负百姓，唯你一人，我放不下。而岁月不居，白云苍狗。从一开始，你我之间便隔着太多人与事。世间许多事，可笑如斯。此后余生，愿你展颜，光风霁月，不盈于心，平安喜乐。吾此生重义于你，求不得，藏于心，是你。弟子愿，寒夜绝壁。你我耗尽了半生，怎会落到这样的结局？寒夜，我一定要让你回来。明熙哥哥，从前你教我如何算计人心，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次。对不起。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看着你出生，又看着你长大，你能从我这里学成出师，我自然是高兴。谢谢你。你只管走下去，此事本是我心甘情愿帮你。殿下，殿下，半个月后，狄大人和骆大人就要举行大婚了。我知道了。分手吧。琳琅，我马上要跟子元成亲了。恭喜大人，得偿所愿。甫开春，最宜乍暖还寒。大人以后若是想让长丝花沐浴阳光，只需半日便可。等到入夜了，大人就可以把长丝。今后这凌香楼也没什么用了。我走之后，你就接管凌香楼，也算是你的一处避世之所。可没有大人的地方，哪里算是琳琅的避世之所？得知你要与帝小姐成婚，琳琅心中
替您欢喜。此情为大人物最后一句，就当是告别。我如今这般下场，活得像条狗一样，你们一个个就更别想好过。罗明熙。滚走！抓住他！滚走！林朗，林朗，不会有事的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来不及了，你坚持一下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能够死在大人怀里，林朗已经心满意足。林朗真的好想一直陪在大人身边，我多希望孔明腾的愿望能够实现，可惜还是不能如意。孔明腾最灵验了，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，一定会实现的。林朗，林朗，林朗，林朗。大人，大人说过，林朗要做的，让所有人都喜欢。但是，其实这世上，林朗只在乎一个人的心意。林朗一直
知道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济南一孤，无姓无名，还请大人赐名。你生得清逸优美，何该好好爱惜？从今以后，你便叫琳琅吧。是。给你治眼睛的药已经准备齐了，不过现在还差一味药引。药引很难寻得。长丝花，这花在晋南本就稀罕，京城这寒燥之地，更未有人栽成过。这是我为紫园种的长丝花。尽人事听天命，治不好就算了。他们俩大婚的事情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你当真心意已决？我们之间，早已不是我的心意便能决定。早在11年前，韩家太子和帝家之女，便已是无法破解的死局。琳琅，是你啊，紫园。琳琅不在了，你更要好好照顾自己才是。以前我还在想，如果我先走了，剩琳琅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没有人照顾她。不过现在才知道，这么多年一直是她在照顾我。你要去哪儿吗？我能去哪儿啊？我早就想变卖这凌香楼，然后带你一块回京南。可若不杀了冷北再回京南，我们定对不住安宁还有琳琅的在天之灵。是，我要让他永世不得解脱，生不如死。我最近都在福陵山，听说他在寻我。是，这冷北战败被贬，想来是恨起了你我，因此才来了京城。那明日你同我走一走。坊间传闻，公主府竟无端亮起烛火，还说是安宁将军魂归故里。怎么会有刚用过的痕迹？
弟子园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冷北，你也让我们好等啊！你。是啊，你现在瞧瞧你这副可怜模样。你们卑鄙无耻，居然故意放出风声引我来此！笑话！在你利用安宁致他困守孤城而死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卑鄙二字？在你为求泄愤，刺死琳琅威胁骆明熙的时候，又可曾看过自己的无耻嘴脸？我因你们被贬为庶民，若能拿下你们，陛下定会恢复我皇子身份。死到临头了还想着恢复身份，权欲的确将你变成了一头怪物。你如今身处公主府的庭院，心里竟不觉得惧怕吗？你不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恨不得将你弹之而后快？我怕什么？我是要登临大统的人。张北，你到底长了副什么模样的心肠？日后我定会剖出来仔细瞧瞧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人质、剥皮、凌迟，若不轮番试试，难继安宁和琳琅的在天之灵。带走。琳琅，你大仇得报之日，长思华终于开了。若无琳琅细心照顾，你在我手里也不会长得这么好。韩爷那边怎么样了？治他眼睛的药方都找齐了吗？只差长思华，可我将种子栽满园圃，未有一粒破土。子源，你最喜欢的长思华，终是在京城种了出来。只可惜，他没有机会送到你眼前了。2/14处。你走路悄无声息的毛病，如今还是吓我一跳。坐，吉利，去帮我倒杯茶来。是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喜欢自己埋头苦医。骆明熙，你也一样，还是棋高一筹。你现在竟然会示弱了，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韩爷。人是会变的，嘴毒如你骆大人，不也一样提点了我？我只是不想看你把自己困进死局。还未恭喜你和子源。她可是你的太子妃，你就真的甘心让她嫁给我吗？这件事，你不说我都差点给忘了。难得你还记得。我当然记得。所有的谋划的开始，就是因为你一句非弟子园不娶，只有打着太子妃的旗号入京，这才轰轰烈烈。
这才能开个漂亮的好头。所以你们便冲着我来了。但我没想到，紫妍却对你死缠烂打。我之前还一度担心，你一怒之下会做出什么意外的事儿来，却没想到，我都忍下来了。是啊，没想到一向克己守礼、稳重端庄的太子殿下，竟然会对一个水匪任安乐动心。这么想来，这一路还真是坎坷。是啊。罗明熙，你可要保重身体，才能照顾好紫苑。无妨，这老毛病了。不过我就算再不会照顾人，也比你这个太子擅长啊。你和一个瞎子比是吗？荒唐！这棋就先下到这儿吧。如果你想明白了，就来参加我跟紫苑的喜宴吧。我就不去了。祝你们百年好合。为何要唉声叹气的？小姐，我只是在想，殿下他性子执拗，认定一个理就很难回头。若那日他不来，你怎么办？你别忘了，我除了是弟子园，还是土匪窝里长大的任安乐。若是他不来，那我就把他绑过来。小姐，帝家家主说长丝花有了，真的？小姐，姑祖母，姑祖母，花儿呢？已经入药了，看把你急的。来，喝杯茶。心急则乱。姑祖母说的是。不过这花是从哪儿找来的呀？我并没有找，它自己出现了。不过有了这味药引，寒夜的眼睛一定能重见光明。可是紫园，能在京城这片土地上种出长丝花，心思难得，用心更难得。这就是像你告诉我的这个哦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们去胭脂铺逛逛吧。这么慌张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就是想来见见你。我每日都在凌香楼，只要你想见我，我一直在。一直看你把这玉佩拿在手上，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这玉佩还是因你而得。因我？我还记得那年，那一天大雪纷飞，侯爷带着我爹和我，刚一进府门，你出生的喜讯就传来了。当时侯爷高兴极了，什么吉祥话他都打上。这个时候我爹踹了我一脚，我就赶紧上前说：“
说恭喜侯爷。没想到侯爷就顺手把腰间这块玉佩赏给了我，还说从此以后子源就是你媳妇了，你可要好好照顾她。我爹还说什么？侯爷说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妹妹了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这里原先是有一盆花，是不是？是。什么花？海棠。不过之前冷北来刺杀的时候，把它给毁了。海棠啊！如果你喜欢，我再种一盆便是。不用了。明熙哥哥，这件事情是我对不住你。子源，无论你做什么事儿，都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我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也要陪着你。拆吧。殿下，啊，这。前辈风姿不逊当年。哎呀，你这个臭小子！这下好了，你终于能看见了。多谢前辈，前辈大恩大德，寒夜铭记于心。我没做过什么，如果你真想感谢，就去谢他。寒夜，如今你的眼睛重见光明，你的主意还没改变。前辈，他身边已经有了更合适的人，这是我和他之间最好的结果。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固执。哎呦！哎，对，好了，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先放这儿啊。哎，只是不知道这大婚是不是真的能让小姐称心如意。小姐做的决定准没错。只是不知道我们苑琴是不是也称心如意呀？苑叔，你又拿我寻开心。你们俩怎么还在这有说有笑的？姐都要跟骆大人成亲了，你们都不着急吗？成亲是喜事儿啊，为什么不高兴？姐明明喜欢的是殿下，怎么能跟别人成亲呢？小姐自有考量，谁是她的良人，她心里有数。哎，不行，我要再去劝劝殿下。
小姐，他的眼睛已经能看得见了。那殿下可改变心意了？寒夜比我想象中的要固执许多。这眼看着大婚一天比一天近，太子殿下怎么不知道着急呢？小姐，如此看来，即便您上山去绑，怕是也绑不动他。大不了就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不管怎么样都得把他弄下山。真好看。小姐才好看呢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殿下，你来了。殿下，你看得见我了。殿下，哎，太好了，殿下，你终于能看到我了。哭什么？我的眼睛好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我高兴，我开心。那这样的话，姐姐就不用跟别人成亲了。殿下，你们两个情投意合，如今都走到这一步了。我们俩之间的情谊敌不过天下江山，权势纷争。我乃韩氏主君，若我娶紫渊为妃，只会害了她。曾经我以为只要我坚若磐石，竭尽全力就能护住她，和她在一起。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我不敢确信了。殿下，您真的要放弃吗？每每我陷入困局，殿下都会这样问我。如今轮到我来反问殿下，您真的甘心吗？韩帝两家之间隔的东西太沉。骆家是帝家旧部，骆明熙从小又以守护紫渊为己任。相比我，他更合适。殿下，当安乐姐假扮成哑女陪伴在您身边时，您的心还有为她而动过吗？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殿下。温硕一直希望你随心的活一次。恭喜恭喜啊！里面请。哎呦，王大人、张大人，幸会幸会啊！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姐啊，对不起，我没能说服殿下。他那么固执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劝得动的。你快看看我今天好不好看？姐姐怎么都好看，不过殿下不在，姐姐这番打扮……姐啊，你不会真的要跟骆大人成亲吧？女为悦己者容。姑祖母怎么说啊？帝家家主说他量力而行，可他还说，你别什么事儿都指望他这个老的。你这小丫头老是指使他做事，是不敬老。不敬老就不敬老吧，反正都是跟他学的。姐啊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拜托姑祖母做什么？
前辈，今天紫园大婚，想必京城定是喜乐满城，红绸遮天。你怕是不愿意看到，所以才躲到我这儿来了吧？他能得个白首不相离的一心人，我该替他高兴。只是前辈，想要他一生无忧，平安喜乐，真的是我一厢情愿吗？平安喜乐，一生无忧，这是百姓人家最朴实不过的愿望，可与你们比登天还难。可是紫园这一生，他从来不信命。为了帝家，他逆山河，逆君主，唯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，全部付于你了。我知道，这些年，你有话要问我，问吧。前辈，当年您将帝家的半壁江山相让，是为了天下百姓，还是因为心系皇爷爷？若无情义，又哪来的半生相扶相持？为百姓安泰，天下太平是真，相让半壁江山是假。那年在苍山，我遇到子安，遇到他，我才知道这山河偌大。后来我们相交莫逆，我便决定此生助他。那半壁江山，就是我为他打下的。既然我从未想过拥有，又哪来的相让一说？前辈，这些话您跟皇爷爷说过吗？我这一生跳出世俗，为所欲为，凡我所想皆能有，凡我所愿必能达。唯有他，让我终其一生不能再进半步。有时我会想，是时间错了，还是人错了？还是时间和人都错了。可是寒夜，我帝圣天这辈子从来不后悔遇到了韩子安。既然相识便已错过，终生只能为友。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，不想还是给他人造成了伤害。孙于君说得对，我太自私了，正是我的自私自负，才带来了帝韩两家的悲剧，最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。可是寒夜，你跟紫园不一样，你不是韩子安，紫园也不是帝圣天，你们两个不要再重复我们的悲剧了。这是我送给紫园的新婚礼物，碧玺剑。这是你父亲送来的，他守了这把剑10年，也为了帝韩两家的旧事挣扎了10年。如今他已经彻底放下了，你也应该释怀。太迟了，如今一切都已成定局。不迟。
灵犀哥哥。寒夜若是见不到今天你这副模样，怕是要后悔一辈子了。他若是不来，那我便择个良辰节日，带着3万水师踏平太子府。这才是我认识的紫源该有的气魄。你姐今日不是大婚吗？你来此处做什么？新郎官还在这儿呢，我能去哪儿？我是来替我姐传话的。她说：“你今日若不来见我，我就抱着这碧玺剑回靖南。他日号令天下，地落联盟。也不知道你娶哪个女子为后，才能稳住你这皇位。”荒唐！殿下，我姐她还说，寒夜，寒夜，我带3万水师入京，你韩家的江山和太子，我势必得到一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当了1年大理寺卿，到头来还是个女水匪呀。寒夜，紫源远比你想象的决绝。当日，在青南山上，如果不是禁言表明了身份，拦住了他，他就随你一起跳下山崖了。殿下，姐姐因你失踪，一夜白了头发。寒夜，此生不要留下遗憾。纵天下轻浮，来世再相互。一生一诺情深，又怎能不负？愿一次相拥，换百年孤独。别是我今生最好的归宿。纵天下轻浮，来世承诺。为山海奔赴，彼此浮沉迷途。漫天的夜霞，照成了夜幕，雪落了白头，期待你回眸。若今生孤独，会与你被命运所卷。吉时已到，请2位新人上前。而你的身旁，越是此生。慢着，臣为
太子殿下，吉时快要到了，不要耽误新人行礼。罗明熙，对不起，但我谢谢你，帮我治好了眼睛。只是这一次，我的新娘子不能让给你。新娘子让不让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罗明熙，殿下是要跟我抢媳妇儿吗？唉，还说我是殿下一手养大的，为了请您下山证个婚，差点把我吉时都误了。今日要成亲的不是紫苑？帝室苑嫔，温良恭婉，慧智贤德，今日起配与帝静言为妻。臭小子，还说我如兄如父，要成亲了不早几日告诉我？不是，我也没比您早知道多少。苑嫔，今日委屈你了。明明是你的大婚之日，我却不能提前告知于众人。能为小姐完成心愿，是苑嫔的福气；能成为小姐的亲人，更是苑嫔的福气。你这丫头，这些年在我身边，早就是我的亲人了。唉，真是不放心把小姐和苑嫔交给你们呢。这世上，也就只有你们帝家姐弟敢骗我这个太子了。若不用这个方法，怎么能把寒夜你这头倔牛从山上骗下来？不过最开始，紫妍想用的方法不是骗，而是绑。叫我太子殿下。好，太子殿下，快替两位新人主婚吧。姐，你为我做到如此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出现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因为不管发生什么，知寒夜者，莫若弟子。这凌香楼，如今倒是我一人独享独居了。我自然是要压我自己当太子妃了。那我就压你当不上这个太子妃。不可能！姐，你赢了。
子渊，洗碗备礼吧。我身为储君，这半生克己复礼，鲜有能随心而活的时刻。我这辈子最开心的，就是皇爷爷的这道赐婚圣旨。不管我们帝韩两家曾经有过怎样的隔阂，我们两个人的命运早就纠缠在了一起，分不开的。巧得很，让我心动的任安乐，便是我要守护的弟子园。你生得清逸优美，我该好好爱惜。从今以后，你便叫琳琅吧。是。大人此前提过，青城中找不到的长丝花，琳琅找到了种子。大人，长丝花发芽了。我相信长丝花盛开之时，一定很美。
子安，你最爱的长丝花终于在京城里种了出来。任他清风明月，我自安康长乐。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。你叫我子源，我当叫你明熙哥哥。如若不是因为你当初将我送到靖南，就不会有如今的任安了。明熙哥哥，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你别用对付寒夜那套招数来对付我，我可不是这套。子安，我这一生未曾辜负后爷所托。陛下无罪，我只要陛下还陛下一个清白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请陛下还陛下一个清白，还8万将士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如今地价平凡，更有人陪你看山河人间。再过2日，我便回靖南去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出来了。明熙哥哥，你会跟我一起回去吗？想必这个时节长丝花也已经开。未能与你同看长丝花海，虽有遗憾，但我不悔。10几年前，有个小丫头跟我说，靖南长丝花清雅峻丽，花开之时
声若繁星，花香十里。那时候我少年心性，便找人寻了些来，在东宫栽了满园，想着花开之时，给小丫头个惊喜。后来，小丫头离开了京城，我便把花种撒在了这里，想着有一日，小丫头若是回来，不会太孤单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太子殿下，居然在这里挖坑填土，这样子真是叫人难以想象。是啊，那几年每次来种花，我都得让吉利把着门，生怕有人看见我这个堂堂太子，满手满脸都是泥巴。真想不到你为我做了这么多。我也没想到，这些年来你所经历的一切。更何况，长丝花不耐京城的寒冷干燥，这10多年来从未开过。其实，在这京城之中，我见过一次长丝花。我知道，我第一次看到长丝花苞，是在骆明旭的房间里。我亲手种过，知道有多么不容易。也是他让我更坚信，若能用心之深，定有奇迹。长丝花是为怀恋家国故土而生。长丝花最赖养护，犹如家园最耗心血。唯被用心对待，家园才值得怀恋。骆明熙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够回到晋南看一次长丝花开。可惜最后也未能实现。这几年时和随风，长丝花不光在晋南开得好，在京城也忽然盛开了。这花开得烂漫无边，想必骆明熙，还有天下万民，都能看得到。帝释子元，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得与大晋皇帝韩烨相携波澜壮阔50年。此间百年，盛世承平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